大家好，我是王树森。前2节课讲了搜索引擎的基本概念和用户满意度，这节课内容是搜索引擎的评价指标。想要让搜索引擎变得更好，首先要定义什么是更好，要用很具体的指标来牵引搜索引擎的迭代。通用搜索引擎的北极星指标是用户规模和留存率，用户更多更活跃，那么搜索广告的收入就会更高。但用户规模和留存率是最难提升的，单个策略不容易提升这2个指标。对于某些垂类搜索引擎来说，北极星指标可能有所区别。比如电商搜索，它的北极星指标既有用户规模和留存，也有商品交易总额，这个决定了电商能赚多少钱。单个策略很难提升北极星指标，那么就可以另外找一些目标来代替用户规模和留存，它们叫做中间指标。这些中间指标更容易提升，而且它们跟北极星指标正相关。常见的中间指标大多基于用户的点击行为，后面会讲。这些指标可以反映搜索质量的好坏，而且很容易在 A/B 测试中显著。如果策略让体验变得更好，这些中间指标会显著提升。最后是人工体验评估，让标注员来判断搜索结果是好是差，具体用 GSB 和 DCG 等指标。先讲北极星指标，用户规模和用户留存。用户规模主要以日活用户数来衡量，日活用户数的英文是 Daily Active User DAU， 也可以用月活用户数，英文是 Monthly Active User MAU。 像百度、抖音、小红书、淘宝这些应用，既有搜索也有推荐，还有些别的功能。用户规模的增长可能不是搜索带来的，而是推荐带来的。这种情况下，需要把不同的功能单独拿出来考察，分别看搜索日活和推荐日活。如果搜索体验变好了，搜索日活会提升，带动 App 整体的日活提升。还可以用搜索渗透率这种用户规模指标。搜索渗透率是搜索日活与 App 整体日活的比值。搜索体验越好，用户越喜欢用搜索功能，则搜索渗透率越高。提升搜索日活和搜索渗透率的方法主要有2种，一种是搜索体验的优化，用户体验更好，搜索留存会提升，带动搜索日活增长。另一种是产品设计上的改动，从推荐等渠道向搜索导流。如果推荐的用户更频繁地用搜索，那么搜索渗透率会提升，带动搜索日活增长。刚才讲了用户规模，下面要讲用户留存。 App 的次7日内留存也叫次期流，下面我举例解释一下。假设2月1日有1亿用户使用 App， 这1亿人中有8000万人在2月2日至8日期间使用 App 至少一次，那么2月1日的次期流是8000万除以1亿，等于 80%。 以前常用的留存指标有次1流、次7流、次30流，次 N 流随着 N 单调递增，次1流小于等于次7流，次7流小于等于次30流。如果一个 App 有多个功能，可以把每个功能单独拆出来看留存指标。留存指标可以拆分为 App 整体的次 N 流、搜索的次 N 流以及推荐的次 N 流。现在工业界更流行 LT7 和 LT30 这2种留存指标，定义跟次 N 流有所区别，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讲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推荐系统课程。前面讲了北极星指标，也叫核心指标。由于直接提升北极星指标难度比较大，搜索引擎会用一些中间指标来牵引技术和产品的迭代优化。中间指标主要基于用户的点击行为，很容易在 A/B 测试中反映出来。点击率和有点比是 A/B 测试首要考察的中间指标。第1节课讲过点击率和有点比的定义，这里简单过一下。首先是文档点击率，它的定义跟推荐系统是一样的。搜索结果页上文档被用户看到算作曝光，用户会点击其中某些文档。文档点击率就是总点击次数除以总曝光次数。文档点击率很低，通常是 10% 这个量级。有点比也叫查询词点击率，在搜索结果页上，用户点击任意一篇文档，则本次搜索算作有点击。有点比定义为有点击的搜索次数除以总搜索次数。有点比通常比较高，比如说是 70% 这个量级。首屏有点比会做个限制，仅当点击发生在搜索结果页的首屏，本次搜索才算有点击。由于做了限制，首屏有点比会小于有点比。这里列了3种指标，它们的关联很强，一个指标提升，通常来说其他2个指标也会提升，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改进排序策略通常会同时提升3种指标，
改进召回策略可以提升文档点击率和优点比，但很难提升首屏优点比。这是因为首屏的几篇文档主要由排序决定，召回起到的作用很小。首点位置也是一种重要的中间指标，很容易在 A/B 测试中显著。平均首点位置是这样定义的：用户做一次搜索之后，记录用户第一次点击发生的位置。比如用户点击了排在第2的文档，那么首点位置就是2。如果搜完之后用户没有点击任何文档，或者首点位置很靠后，大于设置的阈值 x， 那么首点位置就取 x。比方说设置了阈值 x 等于30，要是没有点击，首点位置就是30。要是第一次点击发生在第50篇文档，那么首点位置也是30。每次搜索都有一个首点位置，对所有搜索的首点位置取平均，就是平均首点位置，作为一种中间指标。平均首点位置越小越好。平均首点位置小，说明符合用户需求的文档排名靠前，用户体验好。反之，首点位置大，说明排在前面的文档不是用户想要的，也就是说搜索结果不好。首点位置跟首屏优点比其实是一个道理，都可以反映搜索排序做得好不好。优化搜索排序通常会同时改善优点比、首屏优点比、平均首点位置。这3个中间指标跟留存指标的关联很强，所以提升这3个中间指标很有意义。主动换词率也是一个中间指标。如果用户已经搜到了满意的结果，通常不会换一个相似查询词再搜一次。换查询词通常意味着没搜到想要的结果，因此主动换词率高是件坏事儿。举个例子，搜索引擎的个性化做得不好，女性用户搜机械键盘，搜出的结果都是黑色的键盘，不符合女性用户的喜好。女性用户通常更喜欢白色的、粉色的。那么女性用户会把查询词换成机械键盘女性，再搜一次。另一个例子，搜索权类的游戏，把第2个字拼写错了。假如搜索引擎自动纠错做得不好，直接搜索带有错别字的查询词，找到的文档数量会偏少，而且这些带有错别字的文档质量也不高。那么用户会手动改掉错别字，再搜一次。换词的判定比较 tricky， 不是很容易实现。只有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搜索2次，而且前后2个查询词相似，才能认定为换词。在刚才的例子中，前后2次搜索的查询词很像，这样才能判定为换词。要是前后2次搜索的词完全不相关，就不能判定为换词。除了定义换词，还需要定义主动换词和被动换词。只有主动换词才是坏事儿，被动换词不是坏事儿。什么是被动换词呢？这里举个例子，用户搜索权力的游戏，查询词有个错别字，搜索引擎会给出建议，您是不是想搜权力的游戏？建议用户搜索正确的拼写。如果用户点击建议，会触发搜索正确的拼写。这算是换词，但这是被动换词，不能说明搜索引擎不好，反而说明搜索引擎很智能。反之，主动换词意思是用户重新输入查询词，然后搜索。主动换词的原因通常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结果。主动换词说明搜索结果不好。这就是为什么评价指标要限定主动，只看主动换词率，而不是看换词率。除了前面讲的点击率、优点比、首点位置、主动换词率，交互指标也是一类有意义的中间指标。用户点击文档进入详情页之后，可能会点赞、收藏、转发、关注、评论。这些交互指标通常表明用户对文档非常感兴趣，兴趣强度大于点击，因此可以把各种交互率也作为中间指标。但交互率有个问题，用户的交互行为很稀疏，100次点击才会产生10次点赞、2次收藏。由于交互行为很少，单个交互率的波动很大，而且在 A/B 测试中不容易显著，这导致点赞率、收藏率都不是好的评价指标。解决办法是取各种交互率的加权和作为总体交互指标，权重取决于各种交互率与留存关联的强弱。把很多种交互率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指标，波动就比较小了，而且在 A/B 测试的时候更容易显著。搜索算法和产品团队的工作就是优化搜索体验，比如更好地理解查询词的意图，对查询词做正确的改写，让召回变得更全面、更相关，让相关性和点击率的预测变得更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用户体验优化的策略通常会同时改善多种中间指标，包括优点比、首屏优点比、平均收点位置、主动换词率、交互指标。这些中间指标都很灵敏，做 A/B 测试1-2天指标就会显著。相比之下，留存指标就不太敏感，
短期内不容易显著提升。做 A/B 测试的时候，通常可以看到留存指标微弱上涨，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我们团队曾经有个实验提升留存和 DAU 1/1000，即便这么大的提升，也等了差不多1个月指标才显著。大多数的实验等再久也看不到留存和 DAU 指标能显著提升。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看很多中间指标。只要中间指标普遍正向，实验就可以推全。假如把留存和 DAU 作为决策能否推全实验的依据，那么大多数的实验都不能推全。用中间指标是有道理的，中间指标跟留存有很强的关联。要是只看1-2个实验，看不出中间指标跟留存之间的关联。但只要长期持续改善中间指标，留存就会稳定上涨。前面2部分讲了北极星指标和中间指标，这节课最后一部分内容是人工体验评估。人工体验评估到底靠不靠谱，这件事还比较有争议。有一种人工评估的方法叫做 side by side 评估，它的目标是判断新旧2种策略谁的结果更好。具体这样做，随机抽一批搜索日志，取其中的查询词、用户画像以及场景信息，然后运行新旧2种策略，得到2个搜索结果页，也就是2个文档列表。换句话说，我们要固定查询词、固定用户、固定场景，场景包括时间、地点、手机型号等信息。搜索结果页上的差异只来自新旧2种策略的差异。随机抽样搜索日志的时候，不是均匀抽样，而是非均匀抽样，不然高频查询词太多，低频查询词太少。抽样的时候需要覆盖高频、中频、低频查询词，各种频次的查询词都有一定的比例。对于一条查询词有2个列表，分别对应新旧2种策略，让标注员来人工评估2个列表。标注员可以看到查询词、用户画像、搜索场景，把这些作为依据来判断左右2个列表哪个更好。这里是盲评，新策略出现在左右两边的概率都是 50%， 标注员不知道哪个是新策略，哪个是旧策略。标注员做判断的时候，不是看具体哪篇文档更好，而是看2个列表谁整体上更好。Side by side 的评价指标是 GSB，GSB 意思是 Good, Same, Bad。 对于一条查询词，如果判定新策略的列表整体上优于旧策略，就把这条查询词的结果记作 Good。 如果判定新旧2者持平，就把这条查询词的结果记作 Same。 如果旧策略更优，就记作 Bad。 举个例子，评300条查询词， GSB 的数量分别是50、220、30， Good 比 Bad 多，说明新策略更好。实际做评估的时候，标注员看到的界面大致是这个样子。标注员可以在界面上看到本次搜索的查询词、用户画像，还有时间、地点等场景信息。下面是搜索结果，这2列对应新旧2种策略，新策略可能在左边，也有可能在右边，是随机的，目的是让评估更公平。标注员在这个界面上可以看到标题、摘要、首图等信息，也可以点击文档进入详情页。这一列解释左右两边的差异，更方便标注员做判断。比如左右2篇文档没有差异，右边的文档排序上升了2位，或者有差异。有差异意思是右边的文档没有出现在左边的列表里。标注员看完左右2个列表之后，判断谁整体上更好，然后在这里做选择，是左边更好、右边更好还是相同。注意，不是判断每一行的2篇文档谁更好，而是判断2个列表谁在整体上更好。刚才讲了用 side by side 的方式对比新旧2种策略，用 GSB 作为评价指标。搜索团队还会做另一种人工评估，叫做阅读评估，目的和方法都不同于 side by side 评估。每个月会随机抽取一批搜索日志，搜索日志是用户实际看到的搜索结果。每条搜索日志都会包含查询词、用户、场景以及排名最高的 K 篇文档。对搜索日志做随机抽样，是非均匀抽样，要覆盖高频、中频、低频的查询词，比例是固定的。高频查询词搜索结果通常都比较好，如果高频查询词比例偏高，阅读评估的结果肯定很好看，但这样虚高的指标没有意义。标注员只评估搜索结果页上前 K 篇文档，比如 K 等于20。至于 K 设置成多少，要看平均下滑深度是多少。比如用户平均浏览结果页上前20篇文档，那么把 K 设置成20-30就可以。
然后让标注员去评估每一篇文档，根据查询词 Q、用户画像 U 以及场景 C， 判断文档 D 是否满足用户的需求。把标注员给文档 DI 打的分数记作 score of Q, U, C, DI， 这个分数越大，说明搜索结果越好。至于这个分数具体是什么，可以是单独给相关性、内容质量或者时效性的打分。每个维度各有一个分数，独立考察各个维度做得怎么样，这样可以得出很具体的结论，比如发现相关性在稳步提升，但是内容质量在变差。也可以不区分各个维度，而是只打一个综合满意度分数。综合满意度有很具体的分档方法，比方说，如果文档跟查询词不相关，综合满意度直接就是最低的档位。如果相关，再看内容质量高不高，以及是否满足时效性和个性化。评价指标使用 DCG， 全称是 Discounted Cumulative Gain， 以后的课再具体讲，这里就简单提一下。DCG 评价的不是单独一篇文档，而是评价搜索结果页整体的好坏。看一下右边这一项的分子，它是标注员给结果页上排名 DI 的文档打的分数，分数越大，说明这篇文档越好。分母是 log i 加1，用于做加权。文档排名越靠后，这篇文档对用户体验的影响越小，它的权重就越低。我们看搜索结果页上前 K 篇文档，它们分数的加权和就是 DCG， 记作 DCG at K。搜索结果页整体越好， DCG 就越大。一个 DCG 分数是对一个搜索结果页整体的评价。如果每个月随机抽取2000个搜索结果页，那么就有2000个 DCG 分数，取这些分数的均值，作为月度评估的结果。月度评估可以用于自我对比，看本月的 DCG 是否优于历史上往期的 DCG。公司可以用 DCG 分数来考察搜索团队有没有让用户体验逐渐变好。另一个用途是跟竞争对手做对比。世界上做搜索引擎的公司基本上都会在私下里用这种方法去评估竞争对手。用相同的一批查询词去竞对那里搜一下，人工评估他们的搜索结果，然后对比两家的 DCG， 看是否优于竞争对手，或者跟对手的差距有没有拉大或者缩小。这节课内容讲完了，最后做个总结。这节课的内容是搜索引擎的评价指标。搜索引擎跟推荐系统的北极星指标基本相同，都是用户规模和留存。用户规模包括 App 总体的 DAU， 搜索单独的 DAU。如果搜索不是 App 上最主要的功能，那么还会看搜索渗透率，用搜索 DAU 除以 App 总体 DAU。但百度不看搜索渗透率，而是看推荐渗透率，因为他们主要的功能就是搜索，搜索渗透率已经接近了100%。用户留存包括次1流、次7流、次30流，但现在更流行的指标是 LT7 和 LT30。留存也分 App 总体的留存以及搜索自身的留存。虽然用户规模和留存是最重要的指标，但它们不适合评价单独一个策略是否有效。只做一个优化搜索体验的策略， A/B 测试中规模和留存指标只会微弱上升，很难达到统计显著性。即便能达到，也需要很长时间，不利于快速迭代模型和策略。规模和留存指标更适合作为大盘长期指标来观察，看一个团队在3个月或者6个月的时间里，所有策略叠加起来有多大作用。只要长期持续优化搜索体验，规模和留存就会稳定提升，可以在 A/B 测试的 Hold 上看出来。由于单个实验很难撬动规模和留存指标，那么就需要一些中间指标。这些中间指标跟规模和留存关联很强，而且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统计显著性。这些中间指标可以作为决定实验是否推权的依据。我讲了很多中间指标，有点比考察是否找到至少一篇用户需要的文档。只要用户点击了搜索结果页上任意一篇文档，本次搜索就算是有点击。首屏有点比的定义很类似，但是把点击限制在了结果页的首屏上。首屏有点比考察的是排序的效果，是否把用户需要的文档排在了首屏。手点位置起到的作用类似，考察的是用户需要的文档排名是否靠前。搜索排序做得越好，首屏有点比会越高，手点位置会越小。主动换词率跟有点比有些类似，考察搜索结果中是否有用户需要的文档。假如没有搜到用户需要的文档，用户会换个查询词再搜一次。
搜索做得越智能，主动换词率越低。最后是交互率，如果文档是用户非常需要的，用户在点击进入详情页之后，还会点赞、收藏、转发、关注，因此交互率也能反映搜索结果是否令用户满意。这节课第3部分内容是人工体验评估。想要判断新旧策略谁更好，可以做 side by side 的人工评估，看左边好还是右边好。这种评估方法把 GSB 作为评价指标，决定一个实验是否可以推全，该用有点比这样的中间指标作为决策依据呢，还是该用 side by side 的人工评估呢？以百度为代表的公司用 side by side 的人工评估作为决策依据，但这个争议比较大，人工评估其实存在很多缺点。首先是人工评估过于主观，搜索团队自己制定的评估标准未必与我们普通用户的体验一致。这就像是百度非要告诉用户什么好什么不好，但用户并不一定买账。百度自己内部测出的 GSB 越来越高，但我们用户觉得百度体验越来越差。有点比、手点位置、换词率、交互率这些指标，反倒是用户在用亲身体验投票，能在 A/B 测试上看出来，更客观一些。Side by side 每次也就是评价几百个搜索结果页，结果的噪声比较大，稳定性不如 A/B 测试。对于 A/B 测试来说，虽然单次结果很随机，但是样本量足够大。哪怕只用 10% 的流量做实验，那也是每天上千万次的搜索，统计意义上很可靠。人工评估的速度也比较慢，怎么也得1-2周才能做完评估，速度比 A/B 测试慢很多。如果结果是负向的，那还得调整策略，再做实验，再做人工评估，这必然会影响开发迭代效率。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就是人工成本比较贵。想要长期持续做人工体验评估，就得养一个稳定而且经验丰富的团队，这显然比做 A/B 测试贵多了。最后是个性化的问题，像网页、百度这样几乎没有个性化的搜索引擎，人工评估其实挺靠谱。但如果搜索结果千人千面，那就比较难处理了。标注员毕竟不是用户本人，仅靠用户画像不容易判断用户究竟想要什么。百度做 side by side 评估可能是 OK 的，但照搬到强个性化的搜索引擎，效果会打折扣。百度人到了我前司折腾了几个月的 side by side 评估，最后发现行不通，只能放弃。究竟用什么样的评价指标来决策是否推选实验，其实工业界并没有定论，每家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生搬一套其他公司的经验不一定靠谱。阅读评估是另一类人工体验评估，以平均 DCG 作为评价指标，与自己往期做对比，与竞争对手做对比，判断搜索团队的整体水平。Side by Side 和阅读评估都是人工体验评估，但它们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两者的目的不一样。Side by Side 对比新旧两种策略，决定新策略是否能推全。阅读评估看搜索团队整体的水平怎么样，而不是看单个策略。两者的评价指标也不一样，一个是 GSB， 另一个是 DCG。还有两者是否有争议？刚说了 ，Side by Side 评估其实充满了争议，缺点有很多。但阅读评估并没有明显的缺点，也没有争议，工业界都在这么做。最后出一道思考题，想要评价用户体验，整个搜索引擎的日均搜索次数是不是一个好的评价指标？这个问题争议很大，没有标准答案。我给一些提示。我很确定日均搜索次数是个好的商业目标，原因是搜索广告收入跟搜索次数正相关。对公司来说，可以把搜索次数作为重要的商业目标。话说回来，搜索策略的迭代目的是提升用户体验，可以把日均搜索次数作为对比新旧两种策略好坏的指标吗？换句话说，如果新策略提升了搜索次数，能说明新策略让用户体验变好了吗？我再给个提示，日均搜索次数等于 DAU 乘以人均搜索次数。DAU 增长绝对是好事儿，但人均搜索次数增长是好事儿吗？你搜东西搜不到，换个词再搜，你的搜索次数增加了，能说明你的体验变好了吗？你不妨从换词率的角度思考一下，人均搜索次数和换词率的关系是什么？反应快的同学应该已经有答案了，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思考写下来，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会跟大家讨论。这节课详细讲了搜索引擎的评价指标，都是工业界实际的经验。这节课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